如果我们要造一台高达，其实就只差这3项技术，听起来是不是有点夸张？那种18米的巨型机器人，怎么可能这么容易造出来啊？哎，你还别不信，但你也别太自信，因为听完这3项关键技术是啥，你就会明白，技术不在多，而在于壁垒足够高。首先是第一个技术，材料，咱们就不说高达尼姆合金或是 SEED 中 PS 装甲什么的了啊，就是扎古2所用的超高张力钢，它也是能让这个17.5米的巨人本体净重只有58吨，全备重量也才73吨呢。咱们横向对比一下啊，现代科技树下的航空用钛合金，它的密度是 4.5 吨每立方米，而众所周知，高达系列中大多数人形机体都是按照普通成年人的身体比例来画的。那么身高 17.5 米的成年人，他的肩宽约5米，胸厚约 2.5 米，体积等于长乘以宽乘以高的话，就是 218.75 立方米。当然了，这是按照人类最宽的地方算出的一个长方形体积，实际上人类是一个不规则图形，我这个学渣就不细算了，直接打个8折，按175立方米来算，再加上扎古也不是实心的，咱们再打个7折，也就是 122.5 立方米来算。如果扎古2使用的是咱们的航空钛合金，根据公式，质量等于密度乘以体积，那它的本体重量将达到 551.25 吨，几乎是超高张力钢的10倍。顺带一提，这么算下来，超高张力钢的密度也只有航空钛合金的1/10，就是差不多 0.45 吨每立方米，而水的密度是1吨每立方米，它确实是能在水上畅游无阻的。难怪吉翁要专门开发水用 MS， 因为想要让 MS 潜水，那必须得设计进水装置啥的，才能让它沉得下去啊。之前还有人说，按照重量来算，扎古2简直是塑料做的。我查了一下啊，最轻的塑料也就是聚丙烯，它的密度是 0.93 吨每立方米。超高张力钢只有聚丙烯1半的密度啊，你就说逆天不逆天吧。而这么轻的材料，在动画中不但可以当关节儿，承受本体激烈运动下所带来的高压力，甚至呢还能承受各种撞击以及爆炸冲击波和超高温。你就说这种材料，咱们要是真的能够发明出来，自由进出大气圈的梦想，那是不是分分秒就实现了？说到火箭升空啊，那咱们就不得不提一提造高达所需要的第2个关键技术，也就是能源技术了。像以 UC 宇宙为代表的高达，使用的都是核聚变动力。嗨，别说高达了，扎古都是核聚变的。其实在现实中，核聚变相关的理论早就是老生常谈的话题了，可是我们就是造不出来，为什么呢？这方面啊，我不是很专业，粗略查了一下，主要是有以下几点。首先呢，还是材料问题。为了满足核聚变的要求，我们需要一种能够承受上亿度高温，并且能够抗高压的材料。就光这一项啊，就卡死了核聚变理论的应用化研究了。第二呢，是等离子体约束。为了防止等离子体与容器壁接触而导致的能量损失和材料破坏，我们需要磁场或其他什么手段来约束等离子体的运动。第三是能量平衡与自持燃烧。简单来说啊，就是需要核聚变反应本身产生的高能粒子能够持续加热等离子体，保持反应的自我维持。到目前啊，我们还做不到。最后还有一些工程技术难题，以及经济可行性和安全性问题。这些问题呢，都要一一解决之后，我们才有希望在有生之年看到真正的核聚变反应应用。而 UC 宇宙则不同了，他们不但能使用可控核聚变，甚至还完成了可控核聚变的小型化，其中最重要的一环就是米氏粒子。其实啊，我本来不想这么早说它的，但没办法，因为这一块绕不开米氏粒子，以及根据其技术所制造的 M 炉，也就是米诺夫斯基反应炉。像我们刚才提到的，需要一种能够约束等离子体的力场，在 UC 宇宙中啊，就是由米氏粒子产生的爱力场。同时呢，米氏粒子的超结晶体也可以形成拟铯原子，降低核聚变临界状态所需要的温度，只不过啊，还是超高温。这里呢，又需要爱力场约束，加真空隔热，加高性能导体吸收集中在热核反应堆中的废热，来解决温度问题了。而这里呢，也有个细节，按照设定来说啊 ，MS 在战斗时，机体表面会发热至数百度，每次回母舰呢都需要内部冷却。不过这一点设定出处相对比较偏，动画中啊也显然没有按这方面来体现就是了。还有一点需要补充的是，很多人好奇啊 ，UC 宇宙的核聚变到底是不是烧热水？从设定上来说呢 ，UC 纪元已经发明了能够直接从 M 炉转化能量的手段，原理是米氏粒子热核反应堆本身利用爱力场超晶格将能量转化为电能。可是 MS 除了武器和中控装置等是使用电能的，其他地方需要的其实是更加直接的动能。对此 M 炉可以直接将产生的能量传送给脉冲转换器，产生脉冲压力之后，直接通过动力管传递给四肢，传递速度为音速，最后呢通过四肢内的旋转气缸使四肢动起来，这便是 MS 四肢驱动的原理。是不是跟大家想象中的简单的电驱相差甚远？说到电驱啊，咱们稍微提一嘴 SEED 和00，一个是黑科技电池技术，一个是黑科技太阳能技术。说实话啊，感觉比核聚变更加玄乎。
以咱们这冬天电车直接开摆的技术，就别想那么多了啊。那么刚才米氏粒子讲了这么多，也该讲讲我们缺的第3项技术了，也就是米氏粒子本身。它是 MS 这一战争兵器之所以会成为人形的根本原因。就像很多人好奇的，你高达造的再高科技，我一个远程打击，你连我面都见不到就挂了，又有啥用呢？而米氏粒子的存在，就是使得绝大多数的制导型的超视距打击无效的根本原因。它可以使传统的雷达、卫星制导无效，在随后的各种补丁中呢，甚至长距离的激光制导等手段也无效了。说白了啊，咱们科技的发展，苦哈哈的研究一种新的制导技术，人家设定集里边只是加一句词儿的事儿就可以无效了。所以啊，还是别跟这帮写设定的人抬杠了，反正就是一切远程制导全都失效了。在此前提下，在有了前面提到的材料科学以及能源的支持下，就有了可实战的人形兵器了。这里需要注意一点啊，在 UC 和 C 的这样传统的高达世界观中，是先有了人形机甲，后有了人形兵器。这个大家一定要搞明白哈，也就是说，人家本来就有着活动自如的人形工程机械，在实验中发现，他们的实战水平啊也很突出，才研发了战争用的人形兵器，而不是说他们想直接研制人形兵器，然后从零制造，相当于是在一种成熟的技术基础之上研发出军事能力。这个差别和当今科技现状差距还是很大的。另外呢，米氏粒子除了提供了视距内作战的条件以及完成核炉的小型化，它还可以当做粒子武器，也就是剧中常见的光束枪打出去的那个东西啊，即高浓缩后的米氏粒子、mega粒子，以及能够拘束粒子的艾粒场，并衍生出来的米氏粒子漂浮、飞行、推进技术。这个我在之前高达为什么能飞的视频中讲过，感兴趣的可以翻一翻。最后呢，米氏粒子还是一种通信媒介，只不过呢，仅限于新人类和强化人这类脑电波较强的人使用，也就是剧中常见的浮游炮操控原理。这个也是之前做视频讲过。以上呢，就是我们造高达所需要的3大关键技术了。材料方面过于科幻，能源方面过于超前，米氏粒子则过于玄幻。虽然技术不多，但每一个都是咱们现阶段无法触及的存在。更何况，就像大家说的，高达这玩意儿造出来也没有飞机坦克好使，咱们随便歪歪一下就算了。好了，今天视频这么多，希望大家多多点赞支持，我们下期再见。